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可真是让我这个做了20多年红娘的人都忍不住感慨万分。这是一个关于爱情、亲情和医者仁心的故事，跨越了海峡两岸，历经10年沧桑，真是命运的安排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故事的女主角小雨。小雨是个典型的北方姑娘，身高1.65米，长相清秀，性格直爽，毕业于北京某知名医学院，现在3甲医院当医生，专业能力很强，但因为工作太忙，30岁了还单身一枚。小雨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平时身体还不错，可就在去年冬天，突然被诊断出了一种罕见的肝病。国内几家大医院会诊后，给出的方案都不太理想，治愈率很低，还有很多副作用。爸，您别担心，我一定会找到最好的治疗方法。小雨握着父亲的手，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作为医生的小雨开始了漫长的查阅资料之路，他翻遍了各种医学期刊，参加了无数线上会议，终于在一次国际肝病研讨会的直播中，发现台湾长庚医院的一位肝病专家陈医生对这种罕见肝病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而且治愈率高达 85%。 台湾，小雨心里一震，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10年前，他曾在大学期间参加过一次两岸医学生交流活动，认识了来自台湾的学长李明远。那时的李明远是台大医学院的高材生，英俊潇洒，学识渊博，还会弹钢琴。两人相处半个月，日久生情，约定毕业后再联系。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毕业后，小雨考上了北京3甲医院的住院医，而李明远则去了美国深造。两人开始时还保持联系，但慢慢的，时差、工作压力、未来规划的不确定性让这段感情无疾而终。后来，小雨听说李明远从美国回到了台湾，在一家大医院当了主任医师，还结了婚。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关注过李明远的消息了。我得联系一下这位陈医生。小雨暗下决心，为了父亲的健康，他必须放下一切顾虑。经过一番周折，小雨终于约到了陈医生的远程会诊。当视频接通的那一刻，小雨惊呆了，屏幕那端的不是别人，正是他10年未见的初恋情人李明远。小雨，是你吗？李明远显然也认出了他，声音中充满了惊讶。李明远，你怎么会是陈医生？小雨结结巴巴地问道。原来李明远回台湾后改随母姓陈，而小雨只知道他姓李，所以一直没有联系上这层关系，真是太巧了。李明远感叹道，你父亲的情况我已经看过了，确实很复杂，但是我们医院刚好有这方面的专长，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们来台湾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就这样，小雨办好了各种手续，带着父亲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坐在飞机上，小雨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未能找到治疗父亲的希望而欣喜，另一方面，他又忐忑不安，不知该如何面对10年未见的初恋情人。他现在过得好吗？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这些问题在小雨脑海中不断浮现。下了飞机，小雨一眼就在接机人群中看到了李明远。10年过去了，他依然英俊挺拔，只是眼角多了几条淡淡的皱纹，更添成熟魅力。小雨，这边。李明远微笑着向他挥手。明远，好久不见。小雨强作镇定地打招呼，这是我父亲，伯父您好，我是李明远，很高兴见到您。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的检查，今天先带您们去酒店休息。李明远彬彬有礼地说道。到了酒店，李明远帮他们办好入住手续后，犹豫了一下说，小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请你单独吃个晚饭，聊一聊好啊。小雨答应得很干脆，爸，您先休息，我一会儿回来。晚餐地点是台北一家幽静的餐厅，环境雅致，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夜景。没想到10年后我们会以这种方式重逢。李明远感慨道，你还好吗？挺好的。小鱼点点头，你呢？听说你结婚了。李明远苦笑一下，那是假消息，我一直单身。啊，小雨惊讶地抬头，我以为我知道你以为什么。李明远眼中闪过一丝伤感，我回台湾后确实订过婚，但后来解除了。为什么？因为我始终忘不了一个人。李明远直视着小雨的眼睛，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小雨急忙转移话题，听说台湾的医疗水平很高。是的，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实施得很成功。李明远欣然接过话题，每个台湾居民只需缴纳少量保费，就能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真好啊！小雨感叹道，我之前以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医疗条件会差一些，哈哈，很多大陆朋友都有这个误解。李明远笑着解释，虽然台湾的 GDP 总量比不上大陆，但人均水平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医疗系统，我们引进了欧美和日本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同时保留了中医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医疗体系。难怪你能在这种罕见肝病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小雨由衷的赞叹，这都是团队的功劳。李明远谦虚地说，对了，明天我安排伯父做详细检查，你要一起来吗？当然。小雨坚定的点头。第二天一早，小雨和父亲来到了长庚医院。他惊讶地发现，这家医院的规模和设备丝毫不比北京的顶级医院差，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更先进。检查进行得很顺利，李明远亲自为小雨父亲做了详细的诊断。午餐时间，他特意带小雨参观了医院的各个科室。我们医院特别注重患者体验，李明远介绍道，你看，儿科病房的墙上都画着卡通图案，老年科有专门的适老化设施，就连医院餐厅的膳食也是根据不同患者的需求量身定制的，真是太人性化了。小雨赞叹不已，我们医院虽然技术也很先进，但在这些细节上确实还有差距，各有千秋吧。李明远微笑道，大陆医院的优势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像新冠疫情期间建设火圣山医院的速度，就让全世界惊叹。说起来，你知道吗？我当时还报名要去火神山支援呢。小雨兴奋地说，真的啊，太勇敢了。李明远眼中闪烁着赞赏的光芒，两人越聊越投机，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这时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情况比我预想的要复杂一些。李明远严肃地说，但别担心，我们有把握治好伯父的病，只是治疗周期可能需要3个月左右。3个月？小雨皱起眉头，这么长时间？是的，这种肝病需要分阶段治疗，中间还要观察反应。李明远解释道，如果你有工作压力，可以先回去，治疗期间我会负责照顾伯父的。不行，小雨断然拒绝，我必须陪在爸爸身边。那你的工作怎么办？我可以申请休假，实在不行就辞职。小雨坚定地说，爸爸的病最重要。看着小雨倔强的样子，李明远笑了，你还是那么固执啊，不过我理解你的心情。这样吧，我帮你联系医院的同事，看能不能安排你在这边短期进修或者做访问学者，这样既能陪伴伯父，又不耽误你的职业发展。真的可以吗？太感谢了。小雨惊喜地说。就这样，在李明远的帮助下，小雨成功申请了在长庚医院的访问学者项目。白天，他在肝病科跟着李明远学习最新的治疗技术，晚上，他陪伴父亲休息，为他加油打气。在朝夕相处中，小雨逐渐发现，李明远不仅医术高超，对待病人也极为耐心和体贴。每次查房，他都会记得每个病人的特殊情况，遇到经济困难的患者，他还会想办法帮忙申请医疗补助。台湾的医患关系真和谐啊！有一天，小雨感叹道。也不尽然，李明远苦笑，每个地方都有医患矛盾，只是处理方式不同罢了。其实我很佩服大陆医生，在那么大的工作压力下，还能保持专业水准。听了这话，小雨心中一暖，他们开始分享各自这些年的经历和感受。渐渐的，当年那份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但与此同时，小雨的心中也升起了一丝忧虑。3个月后，父亲的治疗结束了，他就要回大陆了。那时候，他和李明远又该如何？人在异乡，心思总是特别敏感。看到小雨情绪低落，他父亲一眼就看出了端倪。丫头，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李医生？父亲直截了当地问。爸，您在说什么呀？小雨红着脸否认。别瞒我了，我看得出来。父亲笑着说，其实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医术好，人品也好。可是我们隔着海峡啊。小雨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海峡又怎么样？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又不是去了就回不来了。父亲开导他，感情的事随缘就好，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小雨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李明远发来的消息，明天休息日，想带你和伯父去阳明山看海芋，顺便尝尝台湾的特色小吃，怎么样？看着这条消息，小雨的心跳加速了，他犹豫了一下，回复道：好啊，谢谢你。第二天一早，李明远开车来接他们。阳明山的海芋花开得正盛，白色的花朵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纯洁美丽。在阳明山游玩时，李明远特意安排了一场野餐，他提前准备了台湾特色小吃卤肉饭、珍珠奶茶、凤梨酥、蚵仔煎，品种丰富的让小雨和父亲眼花缭乱。哇，这么多好吃的！小雨惊喜地感叹：你是怎么准备的？我有一个小秘密。李明远神秘地眨眨眼，其实我妈妈是开餐厅的，这些都是她帮忙做的。原来如此，真想拜访一下阿姨，尝尝她的手艺。小雨笑着说。李明远眼睛一亮，真的吗？那正好，我妈一直吵着要见你呢。啊，小雨愣住了，见我？对啊，我跟她提起过，你是我大学时代认识的好朋友，现在来台湾治病，她很想认识你。李明远解释道，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小雨的父亲在一旁笑道，那太好了，正好我也想感谢一下李医生的母亲，养育了这么好的儿子，治好了我的病。伯父，您的病还在治疗中呢，不过效果确实很好。李明远谦虚地说。就这样，第二天晚上，李明远带着小雨和他父亲来到了台北市郊的一家精致小餐厅。这家名为明月阁的餐厅不大，但装修雅致，充满了浓浓的台湾本土风情。妈，我们来了！一进门，李明远就喊道。一位保养得宜的中年妇女从厨房走出来，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来啦，快请进，快请进，阿姨好。小雨有些拘谨地打招呼。哎呀，别叫阿姨，叫我陈妈妈就行。李母亲切地握住小雨的手，明远常提起你，说你是北京最优秀的年轻医生。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晚餐非常丰盛，陈妈妈几乎把台湾所有的名菜都端上了桌，卤肉饭、三杯鸡、蚵仔煎、牛肉面、盐酥鸡，色香味俱全，让人食指大动。尝尝这个三杯鸡，我们台湾的招牌菜。陈妈妈热情地给小雨夹菜，还有这个卤肉饭，用的是我们老家传下来的秘方，太好吃了。小雨由衷的赞叹，比我在大陆吃过的台湾菜正宗多了。席间，陈妈妈不停地询问小雨的工作、生活，对她赞不绝口。小雨的父亲也乐呵呵地和陈妈妈聊起了养儿育女的心得体会，气氛其乐融融，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重逢一般。饭后，陈妈妈拉着小雨的手去后院赏月。小雨啊，我听明远说你们大学时就认识了。是的，陈妈妈，我们参加两岸医学生交流活动时认识的。小雨回忆道，缘分啊。陈妈妈感慨，明远从美国回来后，我给他介绍了不少对象，他都不满意。现在我明白了，原来他心里一直有人啊。不是的，小雨红着脸想解释。傻孩子，我看得出来。陈妈妈笑着拍拍小雨的手，明远这孩子从小就是个闷葫芦，有心事不爱说，但是这次他天天念叨你，还特意请了最好的护士照顾你父亲，我当妈的怎么会看不出来？小雨低下头，脸颊滚烫。阿姨不是想给你们压力，陈妈妈柔声说，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也喜欢明远，不要因为两岸的距离而犹豫。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台北到北京才2-3个小时的飞机而已。可是我们的工作、生活环境都不一样。小雨忧虑地说，爱情需要经营，但也需要勇气。陈妈妈语重心长地说，当年我和明远爸爸也是异地恋，他在台北工作，我在台中，每周末他都坐火车来看我，风雨无阻。后来我们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听了这些话，小雨陷入了沉思。回去的路上，李明远问道，我妈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没有啊，阿姨人很好。小雨微笑着说，心里却波澜起伏。接下来的日子，小雨的父亲病情持续好转，而小雨和李明远的关系也日渐亲密。李明远经常利用工作之余带他们去台湾各地游玩，淡水老街、九份山城、垦丁海滩，让小雨领略了台湾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在这段时间里，小雨也深入了解了台湾的医疗体系。
台湾的全民健保实施得非常成功，不仅覆盖面广，而且服务质量高，即使是罕见疾病，也有专门的救助机制。我最佩服台湾的就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医疗理念。一天，小雨在医院观摩完一台手术后感慨道，其实这背后是社会共识和持续的制度建设。李明远解释，我们不追求最大的医院规模或者最多的病人数量，而是注重每个病人的治疗体验和康复效果。难怪你放弃了美国的高薪职位，选择回台湾工作。小雨恍然大悟。不仅如此，李明远深情地看着小雨，我回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时，李明远的呼机突然响了起来，是急诊科有紧急情况需要他去处理。话题就这样被中断了，让小雨心里痒痒的。转眼间，3个月的治疗期已经过去一大半。小雨父亲的病情显著好转，精神状态比在大陆时好多了。李医生真是太厉害了，小雨父亲逢人就夸，要不是他，我这病还不知道怎么治呢。爸，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小雨问道。好多了，以前天天没精神，现在能吃能睡，还能出去散步。父亲高兴地说，小雨啊，爸想和你商量个事。什么事？爸，等我病好了，我想在台湾多住一段时间，看看这边的风景。啊，小雨惊讶地看着父亲，您不是一直想早点回家吗？哎，你爸我退休了，时间多的是。父亲笑呵呵地说，再说了，看你和李医生处得不错，我也想多了解了解我未来女婿吗？爸，您在胡说什么啊？小雨红着脸抗议，傻丫头，爸还不了解你。父亲慈爱地看着女儿，我看得出来，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两个人互相喜欢有什么不好？爸支持你。小雨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他承认自己确实对李明远产生了感情，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两人的未来会遇到太多困难。正当小雨纠结时，医院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来自大陆的肝移植患者突发排异反应，情况危急。由于这位患者的血型稀有，病情又特殊，整个医院只有李明远有足够的经验处理这种情况。小雨，你能来协助我吗？李明远紧急联系他，我需要一个了解大陆医疗体系的医生来沟通病史。没问题，我马上到。小雨二话不说就赶往医院。接下来的24小时，小雨和李明远一起奋战在抢救第一线，凭借两人的默契配合和各自的专业知识，他们成功稳定了患者的病情。太棒了！当监护仪上的数据终于恢复正常时，李明远疲惫但兴奋地说，我们成功了。是啊，真不容易。小雨也松了一口气，走出重症监护室，已是深夜。台北的夜景从医院高层的落地窗外一览无余，霓虹闪烁，美不胜收。小雨，谢谢你今天的帮助。李明远真诚地说，如果没有你对大陆医疗系统的了解，我们可能无法这么快找到病因。哪里，这是我应该做的。小雨谦虚地回应，不，你真的很优秀。李明远认真地看着他，这次合作让我更加确定了一件事。什么事？小雨好奇地问。我想请你留在台湾工作。李明远直视着小雨的眼睛，我们医院正好缺一位熟悉大陆医疗体系的专家，可以作为两岸医疗交流的桥梁，这个职位非常适合你。留在台湾？小雨惊讶地瞪大眼睛，可是我知道这是个重大决定，你需要时间考虑。李明远急忙补充，但是小雨，我必须告诉你，这些年来我一直忘不了你。美国的那些年，我每次看到有关北京的新闻，都会想起你。回台湾后，我曾多次想联系你，却又害怕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明远，小雨心跳加速。当我在视频会诊中看到你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命运再次给了我们机会。李明远深情地说，这3个月的相处，让我更加确定，你就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说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单膝跪地，小雨，嫁给我好吗？小雨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他没想到李明远会这么突然地求婚。明远，你知道我们之间有多少障碍吗？小雨哽咽着说，我在北京有工作，有家人，你在台北有事业，有牵挂，我们相隔海峡两岸啊，爱情不就是为了跨越障碍吗？李明远坚定地说，两岸的距离算什么？现在交通这么便利，台北到北京才多远？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定期去北京坐诊。如果你想家了，我们可以随时回去看望。
重要的是我们心在一起。小雨被他的真诚打动了，但理性告诉他需要慎重考虑。明远，给我一点时间好吗？这个决定太重大了。我理解。李明远站起身，温柔地为他擦去泪水。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尊重，但请记住，我会一直等你。接下来的几天，小雨一直在纠结中度过。他咨询了父亲的意见，父亲非常支持他留在台湾。傻丫头，爱情难得啊，尤其是你们这种既是爱人又是同行的，更是难能可贵。他也向医院的同事们征求建议，大家都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还能促进两岸医疗交流。经过深思熟虑，小雨终于做出了决定。在父亲治疗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小雨约李明远在阳明山，他们初次约会的地方见面。当李明远满怀期待地赶到时，看到小雨正站在海芋花田中央，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小雨，李明远快步走过去。明远，我想通了。小雨深吸一口气，我愿意留在台湾，和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李明远激动地将他抱起来转了个圈。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不过我有个条件。小雨认真地说。什么条件？你说。我想建立一个两岸医疗交流平台，让更多的大陆患者能够获得台湾的优质医疗资源，也让台湾的医生能了解大陆的医疗发展。小雨说出了自己的梦想。这次父亲生病让我意识到，两岸医疗各有所长，如果能优势互补，将造福更多患者，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李明远惊喜地说，有了你的加入，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就这样，小雨决定留在台湾，和李明远一起工作、生活。他的父亲在痊愈后回到了北京，但每隔几个月就会来台湾小住，享受儿女的陪伴和台湾的美食风光。1年后，小雨和李明远在阳明山举办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来自两岸的亲友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对跨海恋人的幸福时刻。婚礼上，小雨穿着白色婚纱，手捧海芋，在万众瞩目中款款走向李明远。当两人交换戒指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10年前的分别，成就了今天的重逢。李明远深情地说，谢谢你愿意跨越海峡来到我身边，谢谢你一直等我。小雨幸福地依偎在他怀里。婚后，小雨和李明远共同创建了两岸医星桥项目，致力于促进两岸医疗合作。他们不仅帮助许多大陆患者来台就医，还定期组织两岸医学研讨会，分享最新医疗技术和经验。5年后，他们的项目获得了两岸卫生部门的高度认可，成为两岸医疗合作的标杆。看啊，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李明远抱着他们的3岁女儿，站在医院的落地窗前，望着窗外繁华的台北夜景，感慨道，他不仅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还造福了这么多人。是啊，命运真奇妙。小雨靠在丈夫肩头，幸福地笑了。如果不是父亲的那场病，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重逢。所以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相信缘分。李明远亲吻妻子的额头，就像两岸一样，虽然隔着海峡，但血脉相连，终将相聚。小雨父亲的一场病，意外地成就了一段跨海姻缘，10年的等待换来了一生的幸福。这不正是生活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丽姐今天讲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你们有没有被这段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感动呢？两岸虽隔海峡，但血浓于水。无论是医疗技术的互补，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都在提醒我们，分开只是暂时的，团聚才是永恒的。如果你也有类似的两岸恋情，或者对两岸医疗差异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支持丽姐哦。我们下期再见。